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拼布绣。拼布啊，在我们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从一开始是用简单的几何图形，比方说三角形的、正方形的、长方形的这样的这个布的这个块面缝缀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拼布的实用品。那古代的时候呢，就有什么？就有百衲衣。百衲衣一般是僧人穿的那个袈裟。后来以后啊，也有这个流行在人，就是正常的人生活当中的穿着。明代的时候，曾经很流行穿百衲衣。那么这个拼布呢，也是生活和实用品与这个审美共用的一种民间手工艺。它的2000多年的历史，带给了大家很多的这种生活享受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叫什么？叫10里不同天，一山不同福。拼布呢，它的演变和发展，也形成了这种多种多样的形状和风格。它从一开始的佛教的用度，到追求生活的美的方方面面，然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。有不少的年轻人啊，都不太知道什么叫拼布绣，那么也分不清他们是怎么一回事，更别说会做了。精巧的手工艺，它会有多种多样的一种手法和它里面的所具备的一些技法形成的。这里呢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些拼布绣的老物件。这件就是民国时期的拼布绣，它有好多种不同颜色的布块联合成一个小孩子的口水兜啊，围在围脖上的口水兜啊，这样子的用起来。然后呢，除了在这些布块上面缝合而外呢，还有一些刺绣的花样绣在上面，它就形成了一个美观的拼布绣品。那这种拼布绣品呢，也是在一开始的只是用单一的拼布完成一件作品形成的。这个一个，它就是只用布头的颜色拼合而成一个猫头鹰的形状，是不是很美观呢？也很可爱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做成了一个钥匙包啊，这个底下可以挂钥匙的。那这样一收，钥匙就跑到这个包里了啊。这样的一些生活小用品，包括眼睛也是布拼上去的。那么到了后期，因为它的这种手工艺，这个拼布的手工艺不停的演变和发展，那么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这种形式。什么形式呢？有贴布绣，有布堆绣，也有剪花绣，也有就是布拼起来的，还是叫拼布啊。因为布的形式呢，布贴的这种形式很多。像这个就是把布堆成了花，然后再缝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花朵。那这个一般呢，我们就叫堆布绣，就是布和布堆在一起啊，堆成好几层。这个是堆成3层，形成一朵花，啊，形成一朵花。这个就是贴布绣啊，也是一个口水兜啊，口水的兜，小孩子穿的口水兜。它就是把一个蝙蝠的花样
剪下来贴在布上，缝合而成。这是一个如意的花样啊，蓝的是如意的花样，点在一起缝合而成。所以说拼布绣呢，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手工艺品，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有。最多见的就是在儿童的这个用品里面，儿童的口水兜啊、背包背啊，还有儿童的鞋啊、儿童的这个披风啊、帽子啊等等的。这个就是儿童的一个背包背啊，妈妈把它背在背上啊用的啊，它这个很长啊，上面一块下面一块联合着。这是苗族地区的背包背拼布啊，拼布艺术拼出来的。我们把生活当中不用的布、丢之又可惜的，或者是旧衣服上面剪下来的，可以再利用，形成这种拼布艺术。还有在古代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在服饰上面能够在一块布上再加一块，形成一个花样啊，也是拼布。我们把这种拼布呢，现在叫什么？垒花，就是把那个布和布摞在一起啊，积累在一起，摞在一起也叫摞花。摞花拼布，这个就是小孩的宝宝的鞋。那前面呢，这个2块就是拼布拼上去的，啊，拼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花样，看一下，是吧？这是拿拼布呢，拼成了一条鱼，再在鱼身上绣出那个鳞片，这个也是很有创意的，形成了一条鱼。拼布，它所以在方方面面能体现出来。儿童用品、节庆用品，然后在这个一些节日当中，尤其是在那个端午节的时候，大人们都会给小孩戴着那个虎头帽，那个虎头帽也是用拼布来做成的。还有肚兜兜，五毒的肚兜兜啊，那么那个上面的五毒呢，也是用拼布做出来的。今天就先讲这些，下次再见。